这个男人有多变态？他穿上纸尿裤，偷偷钻进了女神的床底。女神和丈夫正在做羞羞的事情，而他却在床下幻想着自己是她的丈夫，和女神激情缠绵。可下一秒，女神就被丈夫踹下床，拳打脚踢。影片开始，男人叫三井，从小就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透明人，就连爸爸把他落在车上都毫无察觉。上了学的三井也没有什么朋友，甚至拍毕业照的时候大家都忘了还少一个他，这让他非常自卑。这天上课回答问题时，后面的千寻给他递过笔记，帮他解了围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动作，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一晃10年过去了，时间的流逝不但没有让三井忘记千寻，对他的思念却更加强烈。于是他不停打听千寻的下落。这一天，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千寻，但眼前的他满脸疲惫，像个行尸走肉一般，这让三井心疼不已。他想知道为什么女神会变成这样。他辞掉了工作，在千寻家附近租了一个店铺，1楼做水族馆，2楼则用来偷看千寻。他拿出毕业照，放大了一张千寻的照片贴在墙上，还买了一个人形娃娃，给她穿上千寻的同款裙子，喷上熟悉的香水，假装女神就在自己身边，然后拿出望远镜偷窥着千寻的生活。千寻的丈夫是个公务员，把每天在单位受到上司的气和生活的压力发泄在千寻身上。这天他看到了令他心痛不已的一幕。晚餐时，千寻的丈夫将一杯水泼在她的脸上，然后对千寻一顿拳打脚踢。随后丈夫拉下窗帘，强行与妻子发生关系。他坐不住了，必须想办法离千寻更近一些，他要保护他的女神。这天千寻来到水族馆买孔雀鱼，当他帮千寻把鱼送回家时，顺手拿走了他家的钥匙，复制了一把。从这天起，他天天都会来到千寻家中，帮他清理水槽，喂养孔雀鱼，甚至还在他家里安装个窃听器，躺在千寻睡过的位置，感受女神的气息。每个星期还会给千寻送上一束花，并附上一张卡片。千寻当心被变态丈夫知道，只能把花扔了。渐渐的，她也不再满足于此，直接躲到了女神的床下，幻想着是自己在和千寻做运动。说起千寻，也的确是可怜，怎么身边全是变态的男人呢？这天丈夫捡到了一张卡片，卡片正是三井给千寻的。结果她眼睁睁地看着女神被丈夫暴打，按在水里折磨羞辱，她虽心痛，却又懦弱的不敢出来阻止。深夜里，趁男人熟睡，她把全身湿透的千寻用毛毯包裹起来。千寻醒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，每个月收到的鲜花和被清理的鱼缸让她坚信家里有其他人的存在。她回到床边，对着空气说：“希望你可以帮帮我。”通过窃听器，三井听到了女神的哀求，让她心痛不已。她终于决定要救出千寻。这天晚餐时，千寻说要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，结果丈夫说反正看不看都是要死的，直接拒绝了千寻。千寻忍无可忍，气得直接扇了丈夫一巴掌，结果男人举起叉子狠狠地扎进了千寻的手掌，然后把她狠狠地摔在地上，一顿毒打。而身后的三井却迟迟不敢出手，眼睁睁看着女神被家暴，却懦弱的不敢出来。她痛恨自己的软弱。第二天，她鼓起勇气，下定决心救出小美，却看到小美开车准备逃跑，结果却被丈夫抓了回来。回家后，丈夫对她又是一顿拳打脚踢，被打急眼的千寻顺手举起一把刀，却不料丈夫直接一把将她推倒在地，并抢过刀走向千寻。千寻大声呼救，危急关头，三井用电棍电晕了男人。千寻恨透了这个男人，想亲手送丈夫归西，却被三井阻止了。她决定替可怜的千寻承担所有。之后，三井来到警局自首，千寻则来到了三井的住处，看到照片，瞬间她想起了三井的名字和当年的事情。她急忙跑到警局，大声呼喊三井的名字。这时，三井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此刻的他内心是幸福而知足的，他不再是没有人在意、总被遗忘的那个人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将不会再被千寻遗忘。而千寻所遭受的家庭暴力，也提醒大家，沉默只会让放纵的人变本加厉。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能做沉默的羔羊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